大灾难来临时，10件最先被抢光的物品，你可能从没想过囤。第一件不是食物和水。当混乱降临，有一些不起眼的日常用品，它们的消耗速度和稀缺程度将远超你的想象。它们会成为最先被抢光的目标，其价值甚至可能超越食物。本期世界探索站为你独家揭秘10件灾难时最先消失的抢手货。很多东西你可能从没想过要囤，它是维持现代人生存尊严和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线。第10名，电池。停电后，你的手电筒、收音机、头灯、对讲机，甚至一些便携医疗设备，全都得靠它。但大多数家庭的电池储备少得可怜，而且型号不全。危机一来，电池绝对是第一批被抢光的电子配件。建议储备常用的 AAA 型号，最好是保质期长的碱性电池或能量密度更高的锂电池。同时考虑可充电电池和太阳能充电器。第9名，管道胶带。它超强的粘性、防水性和韧性，使其在应急时用途无限。修补帐篷、固定装备、伤口外层固定、制作工具、密封漏风的窗户，几乎没有它不能应急处理的事情。这种问题解决者在人人都需要修修补补的时代，其价值不言而喻，绝对是抢手货。第8名，书写工具与纸张。当电子设备失灵，最原始的信息记录和传递方式将回归。一支笔、一张纸，能用来记录重要信息、绘制地图、留下联络方式、计算资源，甚至进行教学和精神慰藉。在信息就是生命的环境下，承载信息的工具自然水涨船高。储备一些圆珠笔、大量的铅笔和笔记本，成本极低，但会迅速成为稀缺品。第7名，蜡烛。停电时，它是最廉价、最易于储存，也是最直观的照明和热源。一根蜡烛就能提供数小时的光明和一丝温暖。在电力系统长期瘫痪时，蜡烛的需求量将是巨大的。它们会比手电筒和电池更快地从货架上消失。多储备一些燃烧时间长的实用型蜡烛，而不是香薰蜡烛。第6名，甜味剂。糖、蜂蜜、糖果，它们是快速的能量来源，更是强大的情绪安抚剂。在压力巨大、食物单调的环境下，一点点甜味就能带来巨大的心理慰藉，尤其对孩子有效。糖和蜂蜜保质期极长，小包装的糖果更是绝佳的社交润滑剂和交换物。它们的需求广泛且迫切，一定会被迅速抢购。第5名，酒精与烟草。乱世中的地下货币高度烈酒和香烟，基于人性的依赖和社交需求，它们在秩序崩溃后的交换价值极高，历史上屡试不爽。高度烈酒除了交换，还能消毒、引火、清洁，实用价值极高。香烟则是快速建立关系、换取小物件的社交利器。在生产完全停滞后，存量会迅速消耗，成为极其抢手的硬通货。第4名，火种。获取火源的能力是生存的核心需求。一次性打火机虽然方便，但燃料有限；防水火柴可靠，但数量有限，打火时最耐用。这些物品平时极其廉价，但在危机时，它们会像食物一样被疯抢，因为没有它们，做饭、烧水、取暖、消毒都无从谈起。它们体积小，价值高，是绝对的抢手货。第3名，基础药品与急救用品。在医疗系统瘫痪时，止痛药、抗生素、止泻药、创可贴、绷带、消毒水的价值将无限放大。一次普通的感染或外伤都可能致命，人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去寻找这些救命物资。它们的消耗速度快，且生产完全依赖现代工业，因此必然是最先被抢购一空的物品之一。第2名，个人卫生用品。在危机中，个人卫生用品是维持健康和尊严的底线，其重要性常被严重低估。首先，肥皂是抵御疾病的第一道防线，在卫生条件恶劣时，其重要性仅次于食物和水。作为高消耗品，它必定是危机来临时被优先抢购的对象。而无法替代的女性卫生用品，则是另一种生理刚需，供应一旦中断，不仅是巨大的困扰，更直接构成严重的健康风险。至于维持心理稳定的卫生纸，尽管存在替代品，但历次恐慌都证明人们对它的囤积近乎疯狂。归根结底，这些物品都有着家庭储备少、日常消耗快、生产链脆弱的共同点，一旦供应停摆，它们的稀缺和抢手程度将远超你的想象。
第1名，容器。没错，在危机中最先被抢光的，往往不是食物和水，而是承载这一切的容器的干净、结实、可密封的瓶罐桶袋。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几个层面。首先，它是所有储备的载体，没有容器，运输和储存食物、水源的计划根本无法实施。其次，它是维持卫生的关键，处理废物、防潮、储存珍贵物资都必须依赖它。再者，它也是生产自救的基础，从腌制到发酵都离不开它。这种无处不在的重要性与一个残酷的现实形成巨大反差。我们平时极易获取并丢弃它，但在生产停止时，新的容器将不再出现。这就意味着一个完好的空桶，其价值甚至可以换来别人最宝贵的资源。好了，今天介绍的这10种抢手货，哪一个是你之前完全没有想过要囤的？你的末日购物清单上还有哪些我们没有提到的，你认为会被疯抢的物品？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实质性的帮助，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，并分享给你关心的人。感谢您的收看，下期也会给您带来更精彩的内容。